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呢，请到一个在宠物的圈子里面已经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板，就是我们的 Mr. Ang。Hello，Hello，也 OK，来，Mr. Ang 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大家好，我是 TC from AA Pets。我经营了pet shop，不是 pet，我经营了 supply pet food 有超过应该有18年了，18年了，大概。大概有18年了咯。OK，so 你是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个宠物的这个行业呢？我一路以来，我还没有结婚之前呢，我是一路在玩狗，就是有去比赛啊，去跟狗的人交流啊，很喜欢狗。在当时的时候，也很难拿到很多资讯，网络也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啊，那是开始就喜欢狗了，跟我老婆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就开始养狗到现在了。当时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行业呢？就是因为结了婚以后没有东西做，结了婚以后就想一下，我的狗刚好那个狗粮又好像 discount 了，就人家没有再供应了，断货了。我当时我是在养杜宾，养 Doberman，我 Doberman 那个肚子又很 sensitive stomach，我换了很多粮以后又一直有。养了不是太好了，我们就坚持要回这个粮，反正结了婚没东西做嘛，就跟他进一个货柜进来，以为好赚嘛，好赚就开始做咯，做到现在咯。那时候其实是没有打工还是什么，就是结婚过后，当时是有跟家里人打工，现在的人打工，等过后就想选择自己创一个事业咯，这样子到现在咯。做了狗粮以后就知道，就是还没做之前，以为这个行业很好赚哦。当时supply又少，也没有几个罢了，就觉得很好赚，就开始做。做了以后觉得，不是的哦。当时算的那个盈利没有扣除那个成本，没有扣除店的租金啊，电费、水费啊，员工工钱啊，全部没算，还亏了很多年的钱呢。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到现在，因为是我们很喜欢狗的这个行业。就刚好你跟你老婆两个人都是很喜欢那个狗的人啊。对因为你刚刚提到讲你的狗，你的 Doberman 是有敏感的问题，对吗？那时候你的狗是吃什么的？当时是吃也是吃 dog food 干粮啦，也是吃市面上有卖的那些狗饼啦。其实是我第一个牌子，我代理的牌子从美国进来的，叫 Performance。这个牌子也 discount 了，现在在市面上也没有了。所以你在创业之前，你就是吃这个牌子，然后你就有兴趣，你就把这个牌子带进来卖的。对，这叫 Performance 这个牌子的。OK。过后做下，等过后就觉得对，给我的杜宾，过后我养了English Bulldog 英牛，也养得很好，但是还是有很多马来西亚还是有很多狗的问题存在，我跟我老婆我们就开始想，我们应该要创造一个狗粮给马来西亚的狗狗猫猫啊，所以我们就怎么说呢？当时Performance 也开始在尾声了，因为他的 distributor 也很老了，他的 brand owner 不是 distributor， 他的 brand owner 也很老了。过后我们就就是依照那一类，就是美国的 Super Premium 拿去台湾制造。就是你们看那个配方来去做对，以那个为开始做你们自己的品牌，这样子。就是第一个就是枪毙25。枪毙25是我们的第一个。做过来的以后，以为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当初做狗粮的时候觉得，哎呀，狗粮罢了嘛，就是有肉有菜有什么就可以了，全部在一起就给没有落晒有爱吃就可以了。但不是我做过来的时候，我拿了因为当时有很多比赛的朋友都很支持我，我就拿给他们全部去试，他们去 try， 他们 try 了以后给我很多不同的 feedback，
哦，我傻眼了，惨了，这是整个 container 在那边要怎么办呢、结果那个没办法咯，就有些便宜卖给 NGO 啊，有些便宜卖给那些养殖场这样子有些捐掉它，这样子也来来去去也以前也不会讲，哎，第一次做跟他做一个2吨3吨哦，就是第一次来就是一次过就是来第一次就是10吨10吨一个 container， 来就是不能用，是试了2、3次的这个量之后，我跟 Annie 就是一直跟台湾的那个营养师有一次在沟通配合到第3个货柜，我们才开始成功的那个量。所以你这个配方是改过3次过后3、4次了。所以过后创造我们就开始创造这个枪毙25是第一个，然后呢开始枪毙就开始在这一个 market 就开始在做，因为很多 breeder 都开始用着的还不错，很适合他用，因为是我改良以后了很多次了，经过他们的很多 complaint 啊，很多这个那个啊，来怎么说，就是 customer 给他们呀，从一开始这个配方刚出来的时候到这个配方就是已经是改良到最完美的那个状态，这个 process 大概用了多久呢？来去有差不多，我看也是有用了整半年了。半年了，半年，因为你每一次订货来了失败回去，又再订过失败回去，又等 customer feedback， 不是讲吃1天2天，就是可以看到那个狗就很漂亮，不是的哦，就是要看吃了整个月啊，要一段时间来去看那个狗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对，状态啊，毛量啊，不同的品种啊，我当时是 focus on 就是一种狗饼吧，不是？你讲的枪毙25就是一种了。对，因为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期是跟他 distribute 嘛，后期自己在制造的时候也很天真以为，哎，一个枪毙25 lamb 嘛，应该很多狗都吃 lamb 的啦，别的东西不适合了，就不用一个可以了。结果也是踢到钉板呢。怎么说呢？就枪毙25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跟我的朋友很多都是短毛大型犬跟短毛中型犬的 breeder 在用，都用到很好，但是问题来了啦，就哈士奇啦，也刚好我自己进了第一只的就是须巴，我的翁来很多些长毛的年轻的7、8个月的开始吃了枪毙还是吃25不是很理想哦，因为里面因为我们25那边呢是讲缩短来讲，还是比较适合给短毛狗。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就跟厂家跟 Annie 我们又在商量了，要怎么出给就是 customize 一个饼给这一类的狗去用。过后我们就创造了这个枪毙27。所以枪毙的25跟27是最早的2个对那个产品啦。对。所以你们的想法是为什么要用这个号码来代表你们不同的产品呢？因为号码哦，第一有很多人就是每个人工作很忙嘛，有时去到 pet shop 还要想到那个 brand 他讲那个什么人家很难记的哦，所以我们就想到，如果放这个号码来讲哦，那些 customer 很忙的，他们去到店，我只喊一个25，他就会拿出来给我了，喊一个27，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只是一个想象啦，到最后我们有就是有蛮多人接受，就是我们这个叫法名称的这个叫法了。对，有些人忘记枪毙都好，他还记得25、27。就代表那个号码，可能有些人记得那个号码，可能好记，对，不一定记得那个品牌的名字，对不对？对。我可以讲，可能他们先记得我的号码，还记得我枪毙。还有些人叫枪败，所以很多不同的叫法。但是27每个人都叫一个叫法，对。是因为市面上也不会有第二个27，也不会有第二个25。对，就是这样。OK， 所以也是你们的一开始为什么会去做？因为你一开始做25的时候是 for 自己的狗为开始嘛，然后说你们就开始慢慢发现到市场上面有各种不一样类型的狗，所以你们就慢慢研发给不一样种类的狗的种类了。对。所以你们现在创币有多少个号码？我们有超过，我们有22、23、24、25、26、27，我们有30、32，我们有8样到9样现在。
所以是每一个都是给不一样类型的狗。对，每一个枪毙的饼出来都是有它的需求，我们才出的。我们不是因为要为了要卖狗粮而出狗粮，那么我觉得不长久。我觉得我应该是去看 customer 有什么问题，所以我才出这个东西来给他减去他的烦恼。少看多一点医生。这是我们的想法了。所以你在创业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也是讲，你是一个比较少有 planning 的人，而是你一边走一边看 customer 有什么 feedback，你才去决定下一步要怎么走这样子。对，我们其实没有 planning 的。但是我的公司的人就很有 planning 了，但是我自己是没有 planning 的，是看这东西，最重要，我是用一个概念去做这个生意罢了，就是这样。总之那个狗我 serve 好，它就跟我久，就是到现在，就是其他我没有 plan 了，就是我看有问题目的了，那狗有问题我就很头痛了。早上人家给 customer 打来，我的狗什么事情啊，我就很头痛了，我就要想怎么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可能养啊，可能是好环境啊，可能这个那个啊，就是那个初心跟目的还是在那边啊，就是给你的狗吃到好罢了。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所有 AA Pets 来做 sales 卖狗粮的，我都是这样子来跟他们讲。赚钱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要先把 customer 稳定好，要把他们的狗养好，那么我们的生意可以做长久。这样 Mr. Ang， 你觉得以前的宠物市场跟现在的宠物市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OK， 以前的宠物市场跟现在呢，的确会比较不一样，因为现在真的加了很多新的品种，很多不一样的品种都跑进来了，以前没有的，在马来西亚都加了好多Golden Retriever 啊，梗犬啊，还有很多不同的狗都一直涌着进来马来西亚，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品种是会越来越多的吗？是没有，是以前因为马来西亚你没有人引进他只是以前的人之前let's say 讲Doberman 杜宾这一个狗，也是很多年前叫 Jackie Perry 的，从英国引进第一只进来嘛。就是他在其他地方，可是没有人带进来马来西亚。没有带进来马来西亚。Okay. 现在马来西亚最近有很多新的进来，我觉得很好啊 ，very good。这样子在食物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在食物方面呢，其实狗呢，它的肚子呢，其实到了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潮湿的一个国家，没有什么变化的。是现在的人很比较 over 了一点点，他们很喜欢混食，很喜欢混太多东西进去，但是有些是好，有些是坏啦。但是我觉得你要了解多一点，你才去慢慢教，我觉得对狗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不需要太 over， 不需要太 over， 但是也是要疼我们的狗啦，但是选择比较好的 ingredients。掺进去你的狗，我是建议给现在的选择枪毙现在养中枪毙 of course 枪毙它干粮肯定是要做主食的，对我来讲60% 啊70%有些人很喜欢掺这个掺那个，我觉得是 OK 的，我觉得是 OK， 你要掺是 OK， 你不要掺也 OK， 这是看你自己，其实我自己的狗到目前为止呢，我是喂干粮的。很多人不相信。你一直以来真的是只喂你自己的饼罢了。对，肯定。我研究了过后，如果对我的饼没有信心，我也不敢推给我的 customer 我一定要试给我的狗。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是我一直在研究，如果不适合了，我也没有可能没有理由硬推给我的 customer 来说，就是可能我做他的生意可能是2个礼拜、1个月，或者是一次过了就没有了。我就不建议。卖狗饼是肯定是要卖的，但是赚钱肯定要赚的，但是问题是一定要先对小狗先负责。还有 supplement 那些也是 supplement 也是，你自己也没有给你的狗 supplement？ 不是没有，会有的，就看如果是看我的狗的需要是什么，我的粮里面没有，我会先买 supplement 来给它吃。到以后我可能会增加在我的粮里面。这是我的做法啦。如果supplement 对我来讲是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的狗就是讲它好好的，为什么你要给它 supplement？就是讲你吃的粮
或者你给的那些 addition 的东西，可能它已经是足够了。如果它不足够的话，你才来加。类似讲它脚痛了，那么你需要买一个glucose 产品给它吃，可能粮里面它放的是一定的量罢了，它不会放到很多，因为它要给很多狗吃，所以你要自己加哦。那个是我可以这样子讲啦。所以如果它没有事情的话，你就不需要去乱加东西，对它的身体是个负担来的，其实。所以这个就是你讲做到现在到现在你做狗粮的一些理念啊，就是讲不是加越多越好，而是给每个适配的狗给它有一个适合它的一个狗粮这样子啊。你看到很多狗粮，很多东西，它没有写 extreme， 就是讲很 extreme， 它只是写 balance nutrition，balance well balance， 就是讲它一个均衡的一个营养哦，是最重要给狗了。不需要讲穷东西都很 over， 不需要的，会出问题的。是哦，这样其实是跟人也是一样啊，只要你3餐你吃到够均衡的话，其实人也不需要补这样多补品。对，而且你一个人一天吃1-2粒蛋已经很足够了吧？不需要吃到7粒啊，对不对？我们的 videographer 一天吃7粒蛋。7粒蛋对，7粒蛋幸好他有把蛋黄拿掉，因为那问题就很快不然他的肠胃也是会有负担，是不是？很快就很多问题了，对吧？ Okay. 所以我觉得 balance 就够了嘛，它有这样子的多少的 protein fats 一定要有的。如果你讲一定不要有fat 很不好哦，也不可以的，它一定要有一点 fats， 因为它有需要到的。OK。你们创业已经有大概你讲10多年了吗？这样其实最近的 COVID 对你的生意有什么影响吗？这个 COVID 其实对我们狗猫粮来讲不是影响，是很好，是很好，多了几倍的生意但是我也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讲突然间每个人这么得空去买这么多狗回来养，这么多猫，因为大家 COVID 的时候没有的出门，所以他们就在家养宠物养宠物对。但是那个是 after COVID 开了以后就是 open 了以后，当时那时真的是有一点看到不忍心啊，就怎么讲呢？你要帮不到，太多了，有些狗不要了丢掉，有些给那个什么NGO 也养不了这么多，当时真的很惨。我们做狗粮的，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我们尽量咯，尽量可以帮到什么咯，这样子咯。生意方面其实是更好，没有更坏，因为需求变高。但是 MCO 的时候肯定更好。可是过后就有遇到你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 MCO 的时候无聊没有东西做，就去养这些宠物。可是过后就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会去弃养这些宠物。对，有的，但是弃养的已经弃养完了啦。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事情很少发生了。我看到的都很爱狗啊，现在的人都特别爱他的狗，他的猫。猫有些可以做很多东西的，猫都拿来可能戴眼镜狗穿衣服stroller穿鞋打扮到漂漂亮亮的，全部都顾到 super very good。 OK， 这样有一个问题我很有兴趣了，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宠物的 brand 开始进来这个 market， 因为大家都会看到这个宠物的那个需求越来越高，越多人不要养孩子，甘愿养宠物，这样你会有压力吗？看到这样多 competitor 进来？你讲压力呢？怎么说？没办法的，这东西 market 是一定这样子走的，所以我们可以就是面对罢了，就是把我们的东西顾到更加好一点，就是委托我的 marketing 的人，把我们的粮更加的 transparent， 因为以前的人没这样 transparent， 现在要把里面厂的环境，里面的干净度、安全性，一定要拿出来给他看，那个就是我们要透明化我们自己，要越来越透明化，就这样子罢了。其他东西我们管不了，做不到。人家怎么攻击，人家怎么做，我们做不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做好自己罢了。做好自己的本分啦。OK， 这样子的话，我们对 Mr. Ang 的问题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啦。说如果你们有任何关于宠物这个行业的一个过程，你们想要问他的，你们都可以留言，我们可能下一期我们会再请他来回答你们的问题。So， 我们就这样结束了。
拜拜。